决被劈腿也不分手吗？我觉得2次不行，1次可以。我觉得忠诚跟善良一样是可以被选择的。我跟你一样很能忍。我会分手。情人偷吃是免不了。他跟我说，就算他旁边睡的是林志玲，再久他也会腻。1次我觉得还行。我不认同这件事情。你有深深爱过，但却被骗过。请给我2张卫生纸。分手导火线调查，男女观念全歪楼。男友对亲密行为越来越冷淡，遇到这样的男生，我该不该分手呢？契合度是非常重要的。对啊，那这样代表这个小鹿是需要先试车的人，对吧？听你讲，他很难放松哦。有人可以，我很多前面是可以开盲盒的。我朋友开盲盒，哎呦一样的。都聊到哪儿了？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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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女王大人》。开场哦，不要我一个人讲，不是很奇怪吗？对不起，抱歉，对不起。专业一点。不是我表妹刚刚赖我，她问我要不要跟她男友分手，因为这件事太奇葩了，所以我忍不住就是不好意思再回她讯息。会分手不就那些事吗？那能奇葩到哪儿来？哦，能。我表妹这个超扯。来说。他们要飞去日本北海道泡汤。泡啊。表妹、男友还有未来婆婆要一起泡混浴。混浴哦。男友觉得妈妈都不说尴尬了哦，如果表妹不跟着一起泡，很没礼貌。我表妹觉得超尴尬，谁能接受啊？不然这样好了，今天邀请到了这很多来宾，各个来宾每个的这个都有丰富的分手经验，都有交往经验，面对这些两难的分手状况，或许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建议给大家。哦，好吧，马上欢迎他们。好，来介绍第一，我们这边的 Sagino 徐伟英，欢迎我们这边的王晴刘露成小鹿，还有我们的智商心理师海苔熊。欢迎，好，养生人气的部落客小胖莹，你好。欢迎。新生代的人气演员阿 Q， 欢迎。第3位是人气营养师塔塔，欢迎你们。我们先问艺人朋友，来。再喜欢也没用，只要发现这件事就会想分手。噔噔，惯性说谎，这是人这很重要，好不好？那一道都被你抓到才行。这连朋友都不能做。应该我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人品的问题，已经跟行为没有关系了。人品。对，因为我之前有相处个对象，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早上起来嘛。然后起来之后呢，我们要出门，我就听到洗澡的那边他就放了音乐，突然怎么有讲电话的声音？然后呢，就听到一个女生就说啊你在干嘛？什么？就是先跟他闲聊，对，开扩音。他就讲说，我今天刚起来啊，在洗澡啊什么的，就是先话家常一下。那个女生就说，那所以你今天等下要干嘛？他就说1秒都没有质疑，就说我等下要骑脚踏车。我一听到骑脚踏车，我说不对啊。他刚刚不是跟我说他今天要跟朋友去喝咖啡，就是聊一些工作事情吗？骑脚踏车是我的行程哎，是我的行程。干嘛这样胡诌一个？他就掰他的，他就。然后我想说，就掰了。而且你去跟朋友喝咖啡聊工作事情，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好不能说的。我说那你干嘛要骗别人说你要去骑脚踏车？他说。就骗他有什么关系？他就笑而不答，他就在那边笑。我就说，然后我当下内心就是各种疑问跟疑惑，因为我会觉得，第一个，今天你要去做的事情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你为什么要骗人？你为什么要说谎？第二，这个对象是值得你说谎的人吗？第3个是我最在意的是，他在回答的时候1秒都没想，就跟呼吸一样自然的秒答。我就觉得天哪，我们之间的信任感在我心里，在我脑海里，已经瞬间崩塌。你不知道被骗过多少次？因为我想到说我们，所以之前你打电话给我洗澡的时候，你跟我讲的事情是不是都是骗人的？你会回溯，你知道吗？当你回溯，你会觉得天哪，太可怕了！你们之间的所有状态，你可以因为那一次，因此从此对他的信任打折扣。可是也不到崩塌的地步吧？可是我觉得崩塌是因为他出来，我在问他的时候，他没有给我解释。我给过你第2次机会，你可以跟我讨论。现场的朋友准备举牌，你会崩塌的请举牌。崩塌一半，大部分都不会哦。你会啊？你也会啊？见微知著啊。见微知著。对啊。
我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个对象，他的工作是类似业务性质，然后他常常需要跟客户讲电话，可他为了要骗他的客户说，他可能不想接这个客户的电话，或者不想跟他讲太久，他会说，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但其实就在我旁边。我那时候曾经问过他说，其实有时候有些状况是你不需要刻意假造任何理由的，然后他就会说，我就是不想要有人猜得透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啊，我听我问过这也有问题。因为有一次有个惯性喜欢，他直接说他就是个喜欢，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在干嘛。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认为他就是一个习惯性说谎的人。他说，你为什么要让他知道我要干嘛？也有道理啊。没有，可是我当时就有说，我说如果你不想要别人知道，你就说哦，我今天去开会有事就好了。对啊，你可以简单明了，但你不用偷我的行程去骗别人。我在意的是这个行为，然后也不跟他诚实。对，容易一次就爆炸的人，往往心里面已经有一些伤痕。哦，所以我在猜，你应该不是因为他那一次爆炸，应该以往你有深深爱过，但却被骗过。或者是看到谁，但是后来发现他是另外一面。请给我2张卫生纸。都是 PTSD 嘛，对不对？创伤症候群。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引爆点。你痛恨被欺骗。对。我觉得他刚刚说的这个一解析非常好。他讲完，小鹿，是该你。什么情况下一定分手？背后数落的部分，哎呦，人前人后，对，说小话是吧？对，就是这些话为什么不是当面跟我讲，而是我这个旁敲侧击或从别人那边听到？对，这个故事呢是有一次这一任女朋友那个时候我们约了一个局，有一个共同朋友的聚会，但因为我有工作，所以晚到，最后也没办法去。但是突然我就工作结束，我收到这个讯息，我的朋友传讯息给我说，你不行哦。我说什么你什么我不行？那你是不是表现很差或什么？王晴，你在偷笑什么？是哪方面？听到人家说不行的时候，你在那边偷笑什么？做清楚的吧？了解。对，我说这被说不行。我说我这怎么可以说出去？对不对？对，就算真的不行，对，也不要这样。但我就想说怎么会？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啊，就是这些亲密行为都很好。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时候那一任女朋友跟他的女朋友说，他觉得我表现不好，还好一般般，他比较喜欢跟前男友。就是对他说他比较喜欢跟前男友，然后觉得比较舒服。那你朋友怎么跑来跟你讲呢？他就觉得好笑啊，就觉得口风也很不紧口风真不对，但他也是跟复数的人讲，我就觉得闺房的事情。对啊，兄弟你要加油之类的吗？对，就是心态上让我崩塌，因为在他那个女朋友跟我讲的说法是，他觉得他前男友表现得不好，很快。就是觉得其实我比较赞，持久，对，就是所以我对我自己是蛮有信心的，但是没想到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就觉得哇，好伤心哦。我要抖哦，所以那种千人仔你怎么说？是个药吧？我可以了，玛卡吃一下吧。来，就是靠这罐，来，你有去质问他吗？我稍微假装没事，因为我觉得质问，可是以后再也无法亲密行为了吧？对啊，会有阴影。对，会有阴影。要从事行为的时候，也会想到，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更卖力一点？我是不是要压力好大，把标准拉？所以就是慢慢对了，之后就也没办法继续。可是这样每次要更卖力，不是压力更大？对啊，压力更大更容易表现不好。对，确实。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个压力会造成后面表现更不好？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研究心理，研究生理就对了。所以我之前跟雪兰芳有聊过那个性爱蛮多集的。那其实，在男性生理上面，你要达到勃起这件事情，它需要2个。第一个你要专注。第二个你要放松，但是又专注又放松，这是很困难的嘛，对不对？会冲突。所以首先你要心理上先要有放松 ，OK。但是你刚开始你就说我要表现超好，你就已经不放松了。对。然后尤其是当你跟自己说好喜欢的，我要表现好，就是这一罐啦。要专心，要放松，难道跟我有一样现实吗？不说了。交换一下就是这一个，所以要第一个要先放。他们研究发现，你如果越要自己表现好的，自己会表现越差，然后对方会感觉越不舒服。是，对。什么情况下你会分手？你这个嫌弃我们，对，嫌弃我的朋友。我交往的这一任他比较奇妙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他书读的比较高，
你怎么可能会就？我是说，遇到吗？啊，所以会看不起，不能觉得你朋友都没读书，不能跟硕士跟在他后面不行，他们追我的，我不是跟着，怎么了？硬要跟，要跟。然后这个例子，然后因为他的个性就是硬要跟，然后可是他又很嫌弃我的朋友，就是啊你那些应该都是什么三教九流的朋友。然后你去的话，基本上你不会得到很多的生活上的知识跟帮助。那你如果真的嫌弃的话，你不想看到，那你可以不跟。然后他说，可是你这样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们到餐厅吃饭，然后他不下车那种，他就不下车啊，不下车哦，整趟的旅程他几乎没有下过车，我就好像放了林默娘在副驾里，然后他没有办法下车这件事情，然后我要等抬轿班。弄个粉红布什么之类的，他才可以前进后退。然后我跟朋友吃饭，然后我还要吃到一半他好像没吃，然后我赶快过来。那朋友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吧？对，他很不舒服，然后我也不舒服。然后可是他基本上在平常的时候都很好，可是他就是这个会让我非常困扰。而且你看我们去那种风景区玩的时候，然后他嫌热的时候，你待会下车去买个冰给我吃，然后他要吃剉冰哦。你好像哇塞！爬山的地方有卖剉冰，这也太难了吧！然后我跟公主在一起是不是了？林默娘，妈祖啦，不是公主。整个旅程，然后就是我活了这把年纪，我还没有听过妈祖爱吃剉冰的。加油，不能熄火，冷气会断。你懂吗？电瓶会没电吧？不能加油，加油要熄火吧？要熄它不准，那冷气会断。那个林默娘应该也有过人之处了。对。什么凶猛哦！嫌弃我的朋友，你会不会想分手？各位，请举牌。为什么？我以前是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可能当局者迷，你并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到底条件如何。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有，所以就我女朋友有不喜欢的个性的朋友，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有时候我也会不喜欢我某些朋友啊。没办法融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为难的。至少要融入朋友圈才有办法。对啊。因为如果你们是要长期经营的话，都愿意跟他出去的，然后不愿意下去跟他跑。就你可能会一起吃饭，一起出游，这一定是要关系友好情况下。所以这就是我另外一半。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不行？Sakino 有一个很棒的特色，你是很会照顾别人的人。对，你很会照顾别人，所以当这个人他侮辱到你想要照顾的人，你就会很气。可是万一这个人又是你需要照顾的人，那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去哪边先共处。对啊。王小晴，我跟你讲，什么原因你会分手？我想都想不到。我跟你讲，这个没有人会不同意。对家人斤斤计较，因为对他自己家人吗？对他自己的家人，因为他对他的家人斤斤计较。因为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们结婚之后，你就等于是他的家人，所以他对待家人的态度，就是他对待你的态度。那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他计较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去那个东京，不要气，先不要气，气死我了！你的情绪上来的太快了，会表达情绪。我觉得太荒谬了。然后就是我跟他有一次去东京，然后他姐姐就安排他的那个侄子侄女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他姐姐又安排一个和牛的那个什么东西涮锅还是什么寿喜烧，然后他进去之前就跟我说，这间寿喜烧很高级哦，然后就是我姐订的很高级，然后就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侄子侄女，然后他第一句话跟他们讲说，那个你妈还真会选哦，选这间餐厅很贵的哦。那个我跟你们讲，你们等一下哦，不准给我点太贵的，我们也讲好只准吃多少钱以内的。好，然后坐下去之后，他就说，因为他的侄子侄女其实只是大学生，刚上大学而已，就小朋友，然后他就一直跟那些他们讲说，你知道吗？你爸上次来我家，给我 A 了一瓶10几万的酒啊，你阿公啊对你妈比较好，给他多少钱，只给我多少钱，就是他的讲话当中都在讲钱，然后而且就是一直比较，然后一直斤斤计较，后来在结账的时候。吃完饭，然后他就说好他请客嘛，然后他就把日币这样一张一张的放在桌子上这样算，算完之后呢，就拿那个账单给他的子女讲说，来，你来算算看，那个
换成台币除以4，一个人是多少钱？不是他要请客吗？对啊，可是他就想要给大家知道说你们吃了多少钱，我为大家付了多少钱，你们说你们吃了多少钱，人均多少钱的？对，然后呢，他子女就很尴尬，然后我就为了化解尴尬，我说好，来，我算，然后我就真的把它换成台币，然后再除以4，我说除以4，一个人是大概多少钱，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说，可是应该不用算我的吧，我吃素那个都是你吃的吧。然后我就呛他，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指着他侄子说，哪有，他也有吃啊。好幼稚哦。幼稚园吵架吧？你这个男人多大年纪啊？40几岁。然后呢，我们去药妆店，就他一个行李箱里面全部装的满满都是给他自己的。我就说，你都没有帮你的家人朋友带点小礼物吗？他说，我出国我才不要给他们知道嘞，我才不要帮他们带东西嘞。那个就是他觉得很麻烦，就让我直接就觉得说这个男生不行。那你不会喜欢一个只是正常的人啊？他应该有什么？就是有献殷勤啊，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急着就是想要找结婚对象，然后就是也没有就是说他条件都 OK，然后我家人朋友都说试试看。因为这样子，对家人斤斤计较，因为这样你会分手的，举牌。完全会我都想念林默娘了，是不是？听完他故事，我想念林默娘。不是，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举动有点夸张到让我觉得他会不会是因为之前被家人骑在头上？他可能本来是大方的，可是被骑在头上之后，他有点 PTSD。你讲到这个，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太夸张了。对，因为我觉得正常人是不会这样子的。他那个行为有点太抗拒了，太极端了。他好像一讲到就痛，一讲到就痛那种感觉，跟刺猬一样。对。他有什么家庭的创伤？可是他连朋友他都不会帮朋友带东西，不会。他本身对你是大方的嘛？在台湾的时候正常还 OK。何谓正常？我们听不太懂什么叫正常。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会买单呐，然后就是然后每个月送礼物这样子，每个礼拜送礼物。有送礼物，然后有叫车送我回去，或者是叫车来载我。他会说：“你看你刚刚花了多少钱，会吗？”没有，但他会结账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这边可以收那个美国运通黑卡吗？”哇，要炫一下。这句我第一次跟他吃饭，我就不会再约第二次了。对，就他会一直在炫耀他，就是在价值观的表现上，我觉得他用一个比较不讨喜的方式。手残，海苔熊，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心急吃不了热稀饭，脑残就不要喝有路安”，你知道吗？自己翻一个春联了，翻一个春联，不是你太急了，赖爸爸跳悬崖，以为自己是蝙蝠侠。你是刚刚想的吗？是我儿子教我的。儿子更厉害。对啊，好，先不要影响他。讲的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在他蝙蝠侠很有钱嘛，一个人一直去计较钱的时候，往往是他很少被看见的时候，他很想要被别人看见，看我这样子，然后你刚好看见他，所以你们两个就刚好就可以在一起。可后来你发现这个不行了，所以我后来都会说，如果你觉得他在不论是请客啊，或是花钱在你身上啊，你要至少观察3个月，因为研究发现3个月以后就会显露出真面目。哦，被另一半撂狠话，这问题让人更崩溃。他曾经为了菲佣，然后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家有一个人需要走，那该走的是你，不是那个菲佣。现在还是老公吗？不要再说了，卫生纸。提油救火。因为研究发现3个月以后就会显露出真面目。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男生在对女生好的时候，他会有扣打，就例如说扣打，对，是有预算的，有预算的。其实讲8件好不好？讲8件。对，就是说假设他已经预计好说，我大概要花10万块追这个女生，结果追不到我就散了，是吧？对，就是很快就用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就是觉得说花的太多，他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开始对你比较现出原形，就跟夹娃娃机一样，250是保夹，他合理耶，他投80块都没有夹到。然后就想说，那要不要放弃？到250的时候，没有夹到，就觉得花了太多。这就是预期心态，我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啊。对。其实不是男生是会这样，大家都是一样，都是互相的嘛。我们去爱是因为希望可以被爱回来。对啊。你如果没被爱回来的话，当然就会停啊，会设停损点啊，对啊。女王团准备。
跟我们分享一下，印象最深刻的分手地雷是什么？我有个对象，然后他家里是有菲佣的，然后他曾经为了菲佣，然后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家有一个人需要走，那该走的是你，不是那个菲佣。啊？对。这话好重哦。可是你是有什么样冲突？为什么？就是那个菲佣的整理的习惯跟我整理的习惯不同，然后还有，好啦，其实就是我老公，对，然后他现在还是老公吗？哦，你不要这样，他会哭。这个他剪掉了，这可以讲，这可以讲。哇，对，只是就是我老公他有2个小孩，然后我是跟他你是再婚的对象，对，我是他再婚的对象，所以我就是跟着照顾这2个小孩。然后那个菲佣他可能身材非常好，前凸后翘，我自己也很羡慕的那一种。然后他会带小孩，比如说他带小孩下课的时候，我会说不要带他们去 7-Eleven 买巧克力，因为他们晚上会吃不下。可是他会偷偷带小孩去买，然后叫小孩骗我，说不要让妈妈知道说你们就是我有买零食饼干给你们吃哦。然后小孩就跟着骗我，然后被我发现，诸如此类的。那你就是外人啊。对，我就会觉得。那我跑去跟他讲说你不要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哭，然后叫小孩去跟爸爸说，爸爸你去跟爸爸讲我哭了，因为妈妈骂我骂哭了。他好聪明。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产生很多冲突嘛。是什么？听起来很像没有先拜码头的感觉。对，然后我没有走，因为他那时候是菲佣先走，可是菲佣走他做一招很可怕，他就是那天就是因为一次吵架，然后菲佣就是他就传讯息给我跟我老公，然后就说他要离职了，然后我就说好，祝福你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他就把这段话截图传给我老公，然后我老公就说你干嘛赶他走？他竟然在我面前传赖给那个菲佣说你不要走，就是我会跟他离婚，你留下来。天哪，他们是有在交往吧？我那时候都怀疑他们，就不单纯了。对呀，我那时候都怀疑他们。然后那天回到家，那为什么不直接娶那个菲佣？他们菲佣的房间已经人去楼空了。然后呢，我就看到我老公的表情，整个是落寞、失恋的状态。就那个是，你会觉得他好像失去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然后你就变坏人哎！对，我那时候还说这个月我会找到下一个代替的人，可是然后这个月的家务我都来做，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个状态？因为他觉得是我赶对方走。但你有把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有跟老公说，然后他不能理解。你们那边有在玩《甄嬛传》吗？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菲佣是一个非常懂得手腕很强哦。对。来，阿 Q 你呢？哦，我这个很酷哎，就是我朋友他女朋友是追星族 ，OK， 就是会追韩星啊什么偶像那一种。哦，真是令人寒心啊。对，很寒心哦，因为他就是他每次要跟他女朋友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都要先看大概10分钟，然后听那个他偶像的音乐跟照片。来助兴啊！酝酿一下，看完。好，现在可以关掉，来，把音乐放着，然后就做了。哦，这个很特别。你下次叫他不要放出来，用 AirPod 了，替他自己听到就好，就不要关掉，就是带着就好了。就是身体有一些摇晃嘛，对不对？然后扛在哪？正恩，为什么是正恩？他姓郑，他回答韩语怎么办？对啊，我觉得好可怕哦，这很畸形啊，好恐怖。爸，卖早，那个他酷油，我都给，很寒心，真的很寒心。这会分手吗？这样你朋友还能够他也就是加专注很难呢。他一开始也是图他的身体嘛，新鲜完之后他就是自尊没了之后他就分手。自尊的预算用完了。对，开始照顾到自己自尊的预算，那个扣打厉害耶！又在算，对，蝙蝠侠出现了，用完了。我的自尊扣底只有10点，对，一点扣，我没有自尊了，没有，拜拜，没事了，对。我以前交过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有点把我当外劳的感觉，反正就是他只要来我家的话，就当成
就是会当的像在待饭店这样，他一进门就把袜子乱丢，然后或者是一坐下要喝咖啡就要帮他冲啊这类的，然后外套把他挂好，然后他吃完的那些餐盒或什么的，他就摆在桌上这样子，然后就是要你去收，或是地上多脏、垃圾多满他都不倒这种的。你是台湾人吗？我是。可是讲话有一个口音哎，有腔调吗？有一个腔调。你是哪里人？什么腔调？我是台中人，台中人。有什么腔调啊？有一点点越南腔，有一点，真的有一点点越南腔。真假的？对，糟了。好，没关系。糟了，终于被发现了。你根本又是她老公吧？其实我是你加菲哦。一切都通了，因为你长得也很不像台湾人，有一点就是很特别的气质。对，来，你跟我们分享到底发生什么事来？反正就是他就是那种大少爷类型嘛，对，然后其实他也并没有对我特别好。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有点小洁癖，然后有一次他就是饮料罐喝完啊，或者是一些液体类的，他喝光之后他会再冰回冰箱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对，一喝光了他还在冰回冰箱里。冰箱等于垃圾桶吗？对，就是很奇怪。但是我问我朋友，好像有些男生会有这种习惯。不可能。就他喝完，真的没有吗？大家都没有吗？还是他以为里面还有剩？没有剩，已经是没有别的怕所以先冰进去。不可能。那我想马上插播了，好不好？因为已经听到这个烂咖，可他怎么追到你的嘞？他会装，不是朋友认识，反正那时候就是有玩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对，反正有点不进。交友软体。对，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那你一开始出发点就已经角度，那切入角度就有点怪了，那我们就不予置评。对，哦，像正常交友是怎么追到的，对不对？对，这比较妙。哦，好追。好，这是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分手地雷。接下来基本上各位亲爱的朋友，请把牌子准备好。好，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哦，女王大调查。这些状况到底该不该分手呢？第一题就很纠结哦。来哦。交往4年，前1年，这不就正常一点？用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分手导火线调查，男女观念全歪楼。男友对亲密行为越来越冷淡，遇到这样的男生，我该不该分手呢？契合度是非常重要的。对啊，那这样代表这个小鹿是需要先试车的人对吧？这样一讲，他很难放松哦。有人可以，我很多前辈是可以开盲盒的。我朋友开盲盒，哎呦一样的。都聊到哪儿了？好，交往4年，前1年呢一切正常，后来男友对亲密行为越来越冷淡。4年了。But 除了亲密行为之外哦，其他部分都对他非常好，几乎是有求必应。遇到这样的男生，我该不该分手呢？哎呦，该分手就举圈，不该分手举叉。准备，请下音乐。不该啊，不该。这很正常。哎呦，不该分手5票。所以先听听看，为何？因为你在乎，对不对？因为2个人在一起，亲密行为还是很重要的吧？是重要啊。身心要契合啊。4年了。要性气相投啊。还没有结婚。我是以结婚为那个。来，小鹿。我觉得他会提出这个问题，就代表这是他的烦恼了。就他是 care 的，所以他是在乎这件事情。对啊，对，我觉得对于在乎这件事情，像我本人对于这件事情也是觉得契合度是非常重要的。对啊，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有这个亲密的互动，没有这个生理的互动，光其他的那些他是没有办法弥。如果他能够转换这个感受的话，他其实也不需要提要不要分手了。对，他就不会是问题了。对。那我想问，那这样代表这个小鹿是需要先试车的人对吧？如果这个逻辑的话是啊，大部分人都要试车。没有，有些人不需要试车啊，他可以开。这样一讲，他很难放松了。开盲盒，有人可以，我很多前辈是可以开盲盒的，他们可以接受，只要开盲盒就快运气了，就是只要一切都很 OK， 他觉得可以磨合。哇，我朋友开盲盒，哎呦一样的。什么又一样 ？Sorry 啊，大哥。阿 Q 来。没有，因为我觉得4年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如果更长或是更短，我觉得都还可以考虑。你现在跟女友在一起10年了，对，已经到了一个稳定。10年了，对，10年了，你在等什么？
我为什么不结？就且走且就还可以啊，我们可以结啊，随时都可以结啊。只是就是先所以这样你一路走来都是很顺利在性方面这样，很契合因为你很在意这件事嘛。没有，我就接下来就要讲了，就是因为4年的关系，4年有可能，因为4年已经是一个时间了，已经有点久了。他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赶快分手，不开心要赶快分手。但如果在一起，如果超过10年，也在一起久了，那个时间好像就以感情为主了。对，我们现场说不会的占有大部分哦。哦，我有个对象啊，同一个对象，那个对象，他跟我说，我们也不会说什么了，你冷静点。她老公会干嘛？他跟我说，就算他旁边睡的是林志玲，再久他也会腻，所以我就觉得亲密关系对于男性而言，其实是可能他比较需要新鲜感的，我就接受这个说法了。所以纵使我自己有需求，我也会觉得那没有关系，可能久久一次，或是我就会调整我。也打不过菲律宾。不要再说了，卫生纸。再一次这种提油救火的习惯，哇，你这一拳重击耶！真的，提油救火。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可以相处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你相处到4年呢，不是第1年。对啊，你看什么都好，就这个。如果就真的差这个的话，真的是可以想办法磨合，也许可以的。可以不一定要放进去，可以有别的方式啊之类的，去找到一个磨合的平衡。新鲜感，我觉得找到一个平衡啦。就只打卡不打炮的话，就要看炮在哪里卡住。对，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卡点嘛。大家都聊到哪儿了？不是解决问题呀。对啊，这是重要的。解决问题。有人说男人、女人是因爱而性，先性后爱哦。对，这个有点顺序上，大部分啦，也不是一定标准，就是大部分状况是这样。那有了爱以后，我觉得简单说这件事情，交往了4年，只有前1年正常，3年是越来越冷淡。我刚走下坡嘛，哈。其实重点是有爱，什么都没问题。对，没有爱。一切都是问题。对，因为他说一切都很好，走下去。可是会越来越差。没有一定，但是我觉得关系去找到问题。我觉得关系是这样，就是你不可能一段长久的关系中间完全没有关卡，你一定就像玩游戏一样，你要过关，你要找到你们为什么会卡关的地方，你要跨过去才有办法更好啊。漂亮。来，海带球，你们都忽略了一个盲点。什么？大家觉得找新对象做爱跟就是在一起很久的对象做爱的爽度，哪一个比较爽？新鲜感哦。对，觉得跟新对象做爱比较爽的举拳，跟旧对象做爱比较爽的举叉。啊，不好意思，这有那么绝对吗？小朋友才选择，我2个一起。很难哦。所以你们都就很难选吗？都过来，很难选，很难选。还有谁？你选旧的，我选旧的嘛，新的啊？你什么新？你是都要对不对？我觉得很难界定。我也觉得很难。我女儿在现场，不好意思。废票，他就是个废票。旧的啦。求生欲好强。答案是新对象呢，你会得到个超级的爽感，跟可能超差的结果。大好或大坏？它会大好或大坏。但如果你找旧对象呢，它是业绩比较稳定。对，所以其实一般来说，跟旧的对象跟你已经在一起很久的对象的那个开心的感觉和新的是不一样。你现在说的是0050对上当冲就对。对，所以是有很大的差别。恋爱卡在这一关，该继续还是说分手？台湾高山族有一个习俗，就是你若是要娶我家的女儿的时候，你要在我家做长工1个月。哦，真的？对，这很棒哎。研究是婚前同居的话，分手率比较高。0050对上当冲就对。对，所以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用理财概念来比喻。所以我觉得刚刚对我影响很好啊。重点不是他跟你做爱的这个频率啊，
重点是你们有没有想要去调整这个频率？对，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夫妻的，就是我们通常来做实验都是会先问先生说你1周几次，然后你期待几次，问太太你1周几次期待几次，结果发现一件事情，2个人写的1周几次不一样，先生写5次，太太写0次，然后想说，所以太太那为什么会觉得0次？然后那个先生5次是跟太太吗？还是跟谁呢？后来问太太才知道说，我觉得那5次都不算做爱哦。所以其实要去沟通的是那个频率跟有没有达正，对质量的问题，对质量有没有达正？而且那一次好的质量，你可以回味很久。对。可是就是如果你频率很烦，但是你每次都没有达正的话，我根本不想回，我甚至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情，会觉得你只是在使用我，但你没有跟我达到一个平衡。每次都要拿那个寒心出来，对，都留下了残累了，都没有回到。我真的很高兴，徐伟仪今天跟我们分享，坦诚，好健康哦。对啊。第2题，和男友准备结婚，但他的爸妈非常坚持，要结婚的话要先住进他们家1年，再决定要不要结婚，就是试婚的概念啦。我该不该拒绝求婚，跟他分手呢？该还是不该？请作答。该要举什么？该是什么？该是圈，该分手是圈。不该啊。我觉得如果他以后结婚之后就是要跟他们爸妈一起住的话，那他就是磨合，一定要磨合，你一定要试过住在一起之后，你才可以知道到底要不要结，适不适合结婚。补充说明。对，其实台湾高山族有一个习俗，就是你若是要娶我家的女儿的时候，你要在我家做长工1个月。哦，真的？对，然后是母系社会吗？好酷哦！没有，在云南的纳西族也是这样。他其实是看你懒不懒惰这件事情，就是对，然后才愿意把你帮忙一起观察，而不是说你做事做多少，没有。那长工具体要做什么呢？对啊，就是1个月你就劈柴啊、起火啊，然后打水、陪伴，对啊，然后喂鸡啊这种。你是不是一个能够撑起一家的一家之主？对，因为他以前在云南也是这样的。他不会给你工作内容，他是看你会做什么。一个月女儿才愿不愿意，你如何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对，有薪水，试用期太短了，就是生活家人啊。对啊，没有，我觉得试婚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这重点是爸妈非常坚持这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妥协，爸妈非常坚持要你做的事情，你嫁进去之后，他爸妈会非常坚持很多事。你真的很有危机意识，变成你前面顺手，后面都不顺手。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要主动去做，而不是被要求说你一定要。那我是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很可怜的东西。哎呦，他帮女朋友想。对。小鹿，对啊，同意啊。就是女生，那如果是女生要求男生这样做嘞，就女生爸妈也可以说哦，男生要来住啊，就像一样的意思。他家住1年，我家住1年。但我的意思就是不能是被要求坚持这件事，是2个人要共同协调的，怎么样？了解，小雨。他说他爸妈非常坚持要住进去嘛。那如果我跟他说，我们任何父母都不要同居，你能接受吗？你可以帮我去跟你父母沟通嘛。如果他不愿意，他是照着希望他父母要坚持去他家住，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吧，我可能就会考虑这段婚姻。那我们会说，先住这1年是个形式，未来我们不会住在一起，我已经答应你了。那我为什么要试这1年？他爸爸想要看你，想要观察，想观察你成为一家人的感觉。那我可以跟他，那我可以每个周，我们从现在是连续这1年，每个周末回你家吃饭。哦，提一个新的方案，蛮不错的。换个新方案。对，但我为什么要跟你父母住在同一个家里？代表你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跟尊重我。了解。好了，我们俩一半的。其实我是不会试婚的啦，我就是认定那个人，我就是那个人了。但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就会先问爸妈为什么那么坚持。如果他的理由 OK。你就住看看，对啊，住看看啊。其实这一个题目的要点不在于他爸妈有没有请他去住，而在于是我希望你来我家跟我们家人相处看看，还是我爸妈说你来我家，然后我们相处看看，这2个差很多。不一样。对，如果是第一种的话，这代表这个人他还是有点恼的。他有他自己的自主意识。第2种的话，就是他其实没有在跟你在一起，他没有想要当你的老公，他也没有想当你的老婆，他还想要当小孩。因为他还是他爸妈的小孩嘛，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你永远都在跟一个小孩在一起，甚至你可能需要跟另外他的原生的这个父母亲抢他的小孩，然后你也会被他爸妈小孩化。没有想过这一层，有点道理，好清楚哦。所以你会分手？对，国内研究是婚前同居的话，分手率比较高。
为什么？因为就是同居完之后发现，哎呀不行，原形毕露，分手了。如果没有同居的话，那是不是离婚率又很高？对，讲得很好。但是没同居的话，也是离婚率很高。对，所以其实就没同居就直接结婚嘛，那你有可能就会离婚。所以其实同居可能就是要看你们在过程当中相处的感觉如何。对，无三不成理在一起。这个 PTSD 哦，哇，女友曾经背叛过我，虽然她道歉，也努力弥补，我也试着原谅她，但心里的信任感就是回不来。每次她晚回家或手机没接，我都会忍不住怀疑，但我真的还是很爱她。这样的关系该不该分手？准备，请举牌。这一题。哦，我觉得男生只要就是有出轨、跟别人上床，或者是有心灵出轨这种的话，一定就是不能留。对，因为你只要他可能会试探，留不住了。对他可能会试探，回不来了。对，他可能会试探你的底线。你假如原谅他一次，你就会再有第二次。哦，王晶为什么不这么认为？我第一任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呢，他就死不跟我分手，然后我那时候想说破镜不能重圆了，然后他后来就对我很好，然后我过了几年又忘了。对，然后我觉得你忘记了，你背叛没有？你是记性问题。你现在是在分享一个失智的故事吧？脑海中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很爱他，他又有改的话，其实破镜可以重圆，可以再弥补信任的啦。如果你真的很爱他，信任是可以弥补的。我觉得可以，时间会冲淡啊。会忘记的。好酷！东西煮太咸就放一下就好了，对不对？时间会冲淡一切的。那就只有一次啊，如果抓到第二次那就不行，那只有第一次的话，那可以试试看的。恋爱脑踢皮球，谁是劈腿受害者？前妻传讯给他，然后他再次跟我说他不会再这样，不会再这样之后，我就选择相信他。我跟你一样很能忍。我会分手。他讲对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也发现如果劈一次的，那他再劈的几率就会翻倍。谁出来？天黑请闭眼。只有第一次的话，那可以试试看的。你自己讲的时候都有点心虚耶，越讲越小声啊。因为他就曾经而已，没有讲一次还2次，我觉得2次不行，1次可以。那3次，单数可以双数。我请问一下，女友曾经背叛我，哦，这是个角度哦。跟男友曾经背叛我，这2件事情的感受是一样的吗？当然一样啊，我看不一样啊，男生的感受跟女生的感受不太一样，不一样。没有，我觉得哪里不一样？对，我觉得男生的背叛，我觉得是发生的几率跟可能性比女生大。男生这个是一个他的原始的这种想法。我不认同这件事情。女生只要背叛，她很难回来。没有吗？我觉得完全没有，我觉得只是自古这个刻板印象，对刻板印象。你觉得这是刻板印象？只是因为以前的世代女生的思想一直被压在底下，然后是父权社会。所以你觉得女生背叛容易回来就对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任何关系里面两个人的思想状态要公平。我的重点是不要双标。但那如果今天你做这个事情，你知道我会离开，但你还是去选择做，那代表是不是你已经承担离开我的后果？代表你已经知道这个后果嘛？所以我才会说这个状态是在于2个人思想的沟通。来，小胖莹怎么说？我自己曾经就是发现前妻传讯息给他，然后他把这个讯息整段对话删掉。然后被我发现，那次我暴跳如雷，然后他再次跟我说他不会再这样之后，我就选择相信他。但老实说，那一次信任感我其实已经有扣分了。可是对方选择一而再再而三努力的在尝试做一些行为，让我去相信他的时候，对我会觉得，那我可以再努力试试看，因为毕竟我心里还爱着这个人嘛。而且他愿意弥补啊。对啊，而且我不在乎你有弥补什么。对我干嘛跟自己心里过不去？可是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又有一些他遮住的讯息或者是什么时候，那就不行。你会我会要求他，你手机就不能设密码。那我想看，我随时就要看。对，就是要有一些方法。你的手机从此，你的手机从此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对，谁都可以进来。对，我随时可以看。你是不是2万瓦的？你可以扣好多哦，对啊，可以用也可以扣，然后前期也可以扣。对啊，你那个8G好大哦。对，我跟你一样很能忍。
我会分手。我是觉得因素太多，就像比如说刚刚像小鹿那个他不行的事情，就是他女朋友嫌他不行，或是有那个4年都那个性生活都不美满，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因为真的不美满，所以我可能会不小心的就是去外面一次，就是解决一下我的生理问题。你女友不在现场吗？没有，我是说我没有啊，我10年如一日啊。他在举例，对我10年如一日，不要戳刀。我只是举例，我只是理解，我10年都同一个。然后我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有性生活不美满，所以他可能会不小心今天突然情绪来了，想要就那一次。我觉得其实你解决生理需求一次，我觉得还行，并不是谈感情。对，而且重点是他还很爱他。爱，我刚说有爱，对啊，有爱都没问题，没爱什么都是问题。哎，其实刚刚陈哥讲的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刻板印象啊，对，就是大家都会抱歉，对，大家通常都会觉得，可是我感觉上，对，男生好像比较容易劈腿嘛，女生好像比较不容易劈腿嘛。那研究发现，哎，的确如此哦。我们真的做问卷发匿名的，发现先生跟太太，然后去问他说，你们有没有外遇过？然后先生外遇的承认的几率是24%，太太承认几率是16%。也就是说，在座这边我们将近10个人，就2个人。谁出来？天黑请闭眼。但后来看起来太太比较低嘛，但后来去访问那些太太，才发现说，哎，其实是他们怕讲了，就像我跟你说，社会上会跟他们有不当的观感，好像男生好像比较可以被接受，然后女生有劈腿或什么，好像是不能被接受的。到现在还是会有这种观念，就是为何不想真的比例就这么高呢？就没有，但是后续其他研究发现，其实男女的外遇几率，大家记得哦，大概会介于20%到20%到15%之间，所以就是每5个到4个就有1个。男女比例是一样的，对，差不多都是一样，差不多啊，对，差不多。男女外遇比例里面就有2个，他的意思是说，女生只是因为怕被社会就是没惩罚，所以他被挞伐，所以他不承认，对，他是不代表他不会做，对，所以男女比例是差不多的，对。哎，不过刚刚那个塔塔讲对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也发现如果劈一次的，那他再劈的几率就会翻倍，本来是1/4、1/5嘛，变成1/2。所以他只要有1次的，其实就有可能会有。因为尝到甜头了吗？食髓知味吗？对，没错。但其实我觉得忠诚跟善良一样是可以被选择的。看你要怎么做决定。可以被选择的。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感情中会有一个误解，我们觉得我们很爱这个人，所以我们选择忍让，然后选择包容，我们觉得这就是爱他。我们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退一步可以，你退好几步之后才发现。你退无可退，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了。哇！非常谢谢你们大家今天的分享，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